公公请。嫌犯就关在这儿。老头，你们先出去，让咱家和他单独谈谈。是。走吧。郭槐，你没想到也会有今天吧？哼，你不要得意的太早，迟早保证他得放我出去，到时候你再看看，到那时是谁在得意。可惜你恐怕是出不去了。你凭什么说我出不去啊？凭你是害死寇珠的凶手。寇珠分明是撞柱自尽，谁能证明我是凶手啊？如果你不把他自尽的真正原因说出来，谁又会相信你？呀，陈琳呐，陈琳，我看你是白费心机了。此话怎讲？你在皇上的面前编造谎言，把我骗来，包大人又煞有介事的升堂审问，这目的不就是想变着法儿的把话从我口里套出来吗？哼！你想我会开口吗？啊？从你口中套出什么话来？哼！彼此心照不宣，你又何必佯装不知啊？好，既然如此，我们就把话说明白。当年狸猫换太子，逼死寇珠，诬陷李贵妃的来龙去脉，点点滴滴，包大人都已查明。你若不据实供认，包大人是不会放你出去的。哼！只要我矢口否认，他又能奈我如何呀？他既然知道当年的来龙去脉，就更该知道太后娘娘是绝不会让他为所欲为的。哼！一旦太后插手，向他要人，他敢不给吗？倘若在太后插手之前，包大人就把你作为害死寇珠的凶手予以处斩，又当如何？陈琳，看来你对包拯的了解还远不如我呀！一个公正廉明的包青天包大人，他岂会在无凭无据的情形之下将我处决啊？你，这就叫做君子可以妻之有方啊！啊！郭槐，举头三尺有神明，天理昭彰，报应不爽。你的所作所为，终有一天会遭天谴。30年来，你扪心自问，可曾高枕无忧？午夜梦回之际，你难道能问心无愧？那些因你而惨死的冤魂，可是夜夜前来向你索命。引火自焚的那个冷宫总管秦凤，为李娘娘替死瞒过你验尸的于忠，还有那忠肝义胆舍身全意的寇珠，无时无刻不在你脑海中出现。纵使你躲过杨氏的惩治，却难逃阴间的制裁。不会的，不会的！寇珠、秦凤，还有那个什么于忠，都不是我杀的。
他们不会来找我索命的。可是他们都是因你而死。或许如你所说，包大人不会将你处死，但是却会将你关押在此，直到你认罪。或许在这暗无天日的牢房里，那些冤魂就会来找你索命。哼，保证他关不了我多久。只要入夜之后我还没有回宫，太后娘娘就会降旨要人的。那就要看你的造化了。你回来，回来，你给我回来！他竟然料到本府在无凭无据之下，不会将他处决。大人，倘若他有如此想法，恐怕就不会因心生惧怕而招供。大人还需另觅他法才行啊。不过，郭淮虽刁钻狡猾，却深信鬼神之说。咱家提及寇珠的冤魂会来向他索命，似乎他颇为在意。或许，这正是治他之法。鬼魂之说，乃是渔夫迷信所致。那郭淮怎会相信若此啊？大人，举凡心胸坦荡、行为端正之人，纵使信那鬼神之说也无妨。诚如圣人所云：“敬鬼神而远之。”反之，若是心术不正、伤天害理之辈，自然就会心生畏惧了。包大人，郭淮所言，他入夜未返，刘太后便会降旨要人，这不得不防啊。公公无需担心，本府已有万全准备。哦，包大人已经将郭淮关押在开封府大牢了。正是。好，以包大人断案之能，那郭淮，不招也难。回王爷，大人却担心不能顺利审讯。这却为何？入夜之后，郭淮若未回宫，太后将会降旨进府，要求放人。那如此一来，岂非前功尽弃了吗？故而大人命展昭前来，请王爷务必亲往开封府走一趟。包大人要本王去？大人说，若要对抗太后遗旨，非八王爷亲临不可。好，本王明白了。顾公公，请用点酒菜。哦，你们开封府大牢竟然会准备这么丰富的酒菜给犯人？不，这是小的特意准备孝敬公公您的。
你为什么这么做呀？小的在这儿任职多年，一直没有机会升迁。小的相信公公您很快就会放出去的，还请公公多多提拔。那是啊，天黑以后，咱家自然会出去。哎，我说，现在是什么时辰了？天黑没多久。公公，请。公公，这回可以放心喝了吧？公公，好，咱家记得你了。等咱家出去之后，定会少不了你的好处。谢谢公公，谢谢公公，请。娘娘，来人呐！娘娘，起来吧。是。郭总管回宫了吗？回娘娘，还没有。随行的卫士可有人回来？都回来了，说是包大人还要留着郭总管在那儿继续审讯。这包拯他真敢！去开封府传哀家的懿旨，要他们立刻放人。遵旨。你是来要人的？奴婢啊，是奉太后懿旨来接郭总管回宫的。本王在此做主，将郭槐留下，一切回宫去吧。奴婢可是奉了太后的懿旨啊！大胆！这奴才竟然顶撞本王！奴婢不敢，只是回去接不回郭总管，无法向太后交旨啊。好，本王就让你回去有个交代。展护卫，先皇御赐金简在此，所到之处，有如先皇亲临。万岁万岁万万岁！本王在此待先皇降诏，郭槐留在开封府听审，不得阻挠。奴婢遵旨。若非王爷亲临，请出御赐金简，包拯只怕不得不将那郭槐释回。包大人总算有用得着本王的时候了。包拯不敢。刘太后必定不肯善罢甘休，甚至会惊动皇上。嗨，不妨事。本王就留在这开封府，直到包大人取得郭槐的供状。多谢王爷。不，这是朝廷的大事，也是我赵氏家族的大事。本王又岂能置身于事外呢？启禀大人，学生已经全部安排妥当了。
好，请王爷与陈公公在厅中稍坐，保证这便就取那郭淮的供状。包大人打算？王爷，包大人打算夜审郭淮。哦，夜审？不错，立刻随我们去公堂。哼，包拯是怕太后娘娘派人把咱家接回去，所以才急着夜审。你别做梦了，后宫派来的人已经被请回去了，你没指望了。那为什么要夜审啊？难道郭公公就没有听说过吗？包大人日审阳，夜断阴。哼，那是市井传说，难道他真的能通鬼神啊？哼，那当然，我在开封府可见过多少次了。废话少说，快走吧。快走！郭淮，20年前，你任金华宫总管之职，买通产婆尤氏，以狸猫换取太子，诈称玉成宫李贵妃产下妖孽，指使程昱寇诛，掐死太子，埋藏金水桥下，意图使刘贵妃之子入主东宫。凡此种种，你可承认？包大人，咱家根本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，我凭什么承认呢？住口！那寇诛良心未泯，不肯与你沆瀣一气，同流合污，暗中将太子送出宫去，你却对他施以酷刑，追问太子下落。寇诛凹刑不过，处处身亡，难道你也不知情？哼，包大人啊，所谓人死无凭证，就算你包大人指证的都属实，但是你可有人证啊？哼，本府如今夜审于你，便是让你无法交代。本府虽无人证，却有鬼证。寇诛何在？冤魂寇诛，叩见包大人。郭淮，你可认得他？他那是寇诛啊！不，他不是寇诛，寇诛已经死了。他一定不是寇诛。哼，是与不是，待本府问过之后，你自会明了。寇诛，寇诛在。当年那郭淮是如何要你将太子谋害，又是如何对你严刑逼供，逼问太子下落？你且一一说来。是。李娘娘临盆之时，郭淮串通产婆尤氏，以剥去皮毛的狸猫替换出生的婴儿，要寇诛将婴儿装在竹篮之内，带离玉成宫。郭淮要寇诛将婴儿掐死后埋在金水桥下，
寇珠见小太子纯真无邪，睡相香甜，心生不忍，于是决定违抗郭槐之命，寻人帮助。陈公公，公公救命！寇珠，当时你可是将小太子交与陈琳带出宫去？是。寇珠向郭槐谎称已听命将婴儿埋葬，郭槐没有怀疑，并未追究。郭槐，你可有话说？是，他一定是听陈琳说的，他才真的不是寇珠啊！陈琳是让他来作为证据啊！你且继续听下去。寇珠，既然那郭槐并未追究，却又为何在对你施以酷刑，追问小婴儿的下落？回报大人，李娘娘被打入冷宫之后，寇珠明知她是遭郭槐陷害，却不敢明说，更不敢透露小太子的情形。你为何不说？寇珠唯恐说出实情，小太子假死，会被郭槐发现。你说下去。寇珠只能偷入冷宫，对李娘娘言语安慰，谁知竟被郭槐得知。寇珠虽搪塞其词，郭槐却对小太子之事起了疑心。然后呢？郭槐逼问尸骸埋藏之处，寇珠只得胡乱指点。郭槐竟派人将金水桥下遍地挖掘，遍寻不着之后，便对寇珠严刑逼问。寇珠谎称慌乱之中记忆不清，郭槐不予置信，继续用刑。寇珠唯恐受刑不过，说出太子下落，只得撞柱身亡，以死明志，让他们误认寇珠所言是实。这些个事情，你怎么会知道啊？你抽在我身上的鞭痕犹在，我撞柱身亡的血迹未干。你虽然派人刷洗金华宫的殿柱，却洗不尽你心中的梦魇。如今，寇珠要借包大人夜审阴司之便，向你索命，以解我20多年的心头之恨。郭槐，还我命来！别过来！别过来！别过来啊！还我命来！郭槐，包大人啊，你寇珠，阴阳没入，人鬼殊途，你不可接近生人。包大人，寇珠要将郭槐带到阴间，交由阎王处置。不，那郭槐既在人世，就该由阳间的律法制裁。郭槐，包大人，你可先不让他过来呀！啊！制裁寇珠所言，你可认罪？认，我承认啊，可那些事情都是刘娘娘的主意啊。是否如此？本府自会追查。既然你已认罪，公孙先生，学生在，让他画押。是。我画呀！来人呐！在。将郭槐还押大牢，
听候宣判。是。包大人果然高明，郭淮如此狡诈，还是难逃法网，签下了供状。惭愧，包拯向来不信鬼神之说，如今却要假借鬼神之名，让那郭淮认罪伏法。那是郭淮咎由自取，若不是他多行不义，又怎么会疑心生暗鬼呢？陈公公所言极是，倘若他光明磊落，毫不心虚，便是扣诸鬼魂，当真出现，也全然无惧，又岂在乎装神弄鬼呀？那名假扮寇珠的女子，她来自何处？又怎会让郭淮如此深信不疑呢？那全仗着公孙先生巧妙安排。回王爷，学生是由京城幽人戏子中挑选一名颜貌体态与寇珠较为相似之女子，再根据当年仵作验尸单所描述的，为她稍作易容装扮，并以假血涂面。那又怎么能让那郭淮认不出来呢？学生事先安排，命牢头送酒菜给郭淮。大人夜审之时，郭淮已有5分酒意。同时，学生并令牢头宣称，大人有日审阳、夜断阴之能。再加上公堂之上昏暗不明，那郭淮心中忐忑之际，自是无法辨认。话虽如此，一旦言语交锋，旧事重提，那女子又如何应付？王爷，那就非奴婢不可了。哦，你也参与其中？奴婢将当年寇珠所言一一转述给那女子，并提示寇珠的言谈举止，让那女子学习。郭淮又岂能分辨呢？若不如此，郭淮不会轻易落入圈套。他万万没有想到，寇珠在受刑自尽之前，会与陈公公通过信息。如今有了郭淮的供证，咱们就立刻进宫面圣吧。王爷不急着进宫，倘若包拯所料不差，皇上应该很快就会主动宣召。母后，皇上来了。母后夜半不眠，命人召儿臣来，是为了……其实也没什么，哀家睡不着，想看看你。那安神露不是可以助眠吗？母后何不服用？八王爷不是说喝多了对身体不好吗？母后，您可是心中有事啊？哀家只是在回想这一生的点点滴滴。来，你坐下来说。是。哀家14岁，以才女之名被选进宫来，和后宫所有被选来的女子一样，过着宫墙内与世隔绝的日子。直到被先皇宠幸，身为贵妃，才见到了天日。后宫佳丽3000，其实却耽误了多少女子的青春啊！不仅如此，在后宫争宠是时有所闻的事。
彼此勾心斗角，貌合神离。只有一个人和哀家情同姐妹，相互扶持，可是他却被打入了冷宫。母后说的，可是那位葬身火窟的李贵妃？你知道她？她就是幼年时儿臣误闯冷宫遇见的那位。母后还记得她给儿臣的玉佩吗？记得。母后，她究竟是为什么被先皇打入冷宫的呢？在后宫，一旦失宠，可以有千百种的理由。母后说的不错，所以儿臣才要郭槐废除冷宫，重修宫院。无论如何，母后要比他幸运的多了。不错，陈皇后去世之后，母以子贵，哀家被先皇立为皇后。可是太子却在6岁那年不幸染病身亡。母后不要难过，母后虽经丧子之痛，可是还有儿臣孝敬。如今贵为大宋朝的皇太后，那些不愉快的日子是不会再来了。可是哀家毕竟不是皇上的生身之母，哀家最担心的是，倘若有一天，哀家与嫡娘娘之间有了无法化解的冲突，皇上会如何？母后，那是不可能的。哀家只是打个比方。如果真有那么一天，皇上会如何？如果真有那么一天，儿臣必定会痛苦万分，左右为难。生育养育实在难分轻重。不，儿臣不会让这样的事发生。有皇上这句话，哀家心里也就舒坦多了，至少不会一个人在这儿胡思乱想。郭槐为什么不在宫中伺候母后？不提也罢。怎么？他还在开封府接受包大人的审讯呢。哦，包拯怎么会留他到半夜？可曾派人去询问？没有用的，连哀家下旨要开封府放人，都被打了回来。什么？包拯竟敢抗旨？倒不是包大人抗旨，而是八王爷。父王？父王去开封府干嘛？八王爷不但在开封府，而且以先皇御赐金简挡回了哀家的旨意。皇上派人前来下旨，要大人连夜进宫。果不其然，展护卫，皇上只宣包大人一人进宫。回王爷，正是。挡回太后懿旨，留下郭槐的是本王。皇上为何不宣本王和包大人一同进宫呢？想必是皇上不便与王爷父子相争，召包拯进宫，皇上才好问明实情。王爷，包拯此去会将此案实情禀奏皇上，不知王爷是否同意？
也罢，是该到了让他明白真相的时候了。好吧，本王立刻回府，若有需要，本王立刻进宫。多谢王爷。什么？郭槐招供了？是，包拯已将他关押大牢，娘娘的冤屈已经可以确定获得平反。好，好，这一天终于来了。宝卿，臣在。哀家什么时候能够见到皇上？臣奉旨连夜进宫，会将全案实情向皇上禀明。娘娘，请等候包拯回禀。哀家就等你回来。娘娘今夜尚未诊治，请容学生为娘娘施针。好，好。来，娘娘小心。哀家真希望眼睛能够立刻复明，亲眼看见皇上。究竟是怎么回事？郭槐去开封府只是作证，你为何不让他回宫？回皇上，郭槐设计一桩重大阴谋，犯下重大刑案，臣乃是依法关押。岂有此理！无论他犯下何等重罪，太后遗旨既已下达开封府，你怎敢抗旨不遵，拒不放人？甚至还要父王请出先皇的御赐金简。皇上可知，八王爷从不干涉朝政，亦不曾插手任何案件。先皇御赐金简，更从未请出动用。朕当然知道，能让八王爷请出御赐金简，绝非一般刑案。更何况，此案还与八王爷自身有关。什么？与父王有关？郭槐所涉之案，关乎后宫争斗、皇室秘辛，故而八王爷必须出面，包拯不敢放人。竟有此事！郭槐供状在此，请皇上御览。娘娘觉得如何？我看见了，我看见了。想必你就是公孙先生。学生正是公孙策。
你就是展护卫。恭喜娘娘双目复明。公孙先生的医术，可真称得上是华佗在世啊！不敢当娘娘谬赞。娘娘双目出狱，还请尽早安歇吧。不，哀家要等包大人回来。哀家要立刻进宫去见皇上。包拯，这供状之上所言可是真的？回皇上，千真万确。那郭槐所作所为，正与太后有关。臣敢请皇上屏退左右。你们都退下。遵旨。你说。回皇上，当年狸猫换太子一案，太后便是主谋。放肆！你竟敢在朕面前污蔑太后！臣据实禀奏，绝无半句虚假。当年太后与李贵妃同怀龙种，先皇许诺，生下太子便册立为皇后，为图大位，太后方才出此下策。否则，那郭槐不过是一名太监阉人，又怎敢犯下如此大逆不道、惊天动地之案？那金华宫程昱寇诛，因此状注自尽了。正是。郭槐当堂画押，坦诚罪状，此案已成定案。然而，在这供状之中，并未提及寇诛他舍命救出的婴儿，下落何方啊？回皇上，寇诛将婴儿交给了陈陵陈公公，藏在宫盒之内，夹带出了后宫。然后呢？难道那婴儿未能逃过此劫？不，婴儿安然无恙，被送进了南清宫八王爷府。什么？那如今婴儿安在？八王爷以皇子之名，将婴儿留在王府之内抚养。且慢，算起来那婴儿与朕同庚，朕只有长兄，并无幼弟，何来以皇子之名留在府中抚养之说？臣斗胆，那历劫重生的婴儿，正是皇上。你说什么？当年八王妃狄娘娘也同时有孕在身，却不幸早产夭亡，而且未及呈报。八王爷深知此案兹事体大，为掩人耳目，才假称皇上是狄娘娘所生。不可能！朕分明是父王亲自选入宫中，立为太子的。包拯，此事非同小可，你不可胡言乱语。臣绝不敢胡言。八王爷如今正在王府之中静候，皇上可宣召王爷进宫，当面询问。如此说来，
朕幼年之时在冷宫遇见的那位娘娘，竟然是朕的生母。正是玉成宫李贵妃。她是在冷宫失火之时葬身火窟的。不，是先皇下旨赐死。她已被打入冷宫，为何还要将她赐死？当年，娘娘与皇上巧遇之后，八王爷命陈琳将皇上身世告知娘娘。自此，娘娘夜夜焚香，为皇上祈福。谁知，却被郭槐得知，而刘太后更借此向先皇诬告。诬告什么？诬告李贵妃以邪术诅咒先皇，先皇大为震怒，于是下旨赐死。啊，你是说她是因太后而死？皇上，刘娘娘是为了斩草除根，永绝后患。然而，吉人自有天相，李娘娘必死，而却未死。此话怎讲？陈琳奉旨赐死，不忍执行，太监于忠舍命泉中自请替死。冷宫总管秦凤自焚灭迹，瞒过郭槐，娘娘方得死里逃生，远离京城。她如今人在何处？皇上可还记得包拯那位失散多年的远房表亲？你是说，朕在仁寿宫遇见的那位老夫人？皇上，那位双目失明的老夫人，正是当年的李贵妃，皇上的生身之母。那失明双目，就是因为思念皇上，终日以泪洗面，而活活哭下。如今，皇上对当年狸猫换太子一案的前因后果均已明了。臣恳请皇上下旨，追究刘娘娘之罪，迎李娘娘进宫。包拯，你……李娘娘如今正在府衙之中翘首等候包拯回禀。你让朕再想一想。皇上可是不信包拯之言？朕不是不信，只是太后对朕有20年的养育之情。皇上此言差矣。刘娘娘虽对皇上有多年养育之情，李娘娘却对皇上有10夜怀胎之恩。包拯，郭槐所犯罪行，你尽可依法惩处。我皇家之事，你就不要再插手管了。皇上念养母之恩情，而置生母于不顾，传之天下，岂不让黎民百姓斥为不孝？包拯天威人臣，又岂能不闻不问？住口！包拯，你不过是小小的开封府尹，是谁给你如此大的权限？朕不让你管，你就不准再管。来人呐！在。将包拯轰出宫去。遵旨。皇上将你赶出宫来，包拯惭愧，未能劝谏皇上，立即迎李娘娘进宫。啊，不，这怨不得包大人。不过，
也怪不得皇上。王爷，乍闻身世之谜，任何人都无法承受。给皇上一点时间，他会想明白的。倘若皇上所想不如王爷预期，又当如何？届时，本王自会出面。如今却难在如何面对李娘娘了。谁也无法面对，只有包大人委屈担待了。大人已将全案禀奏皇上了。郭槐可由本府依法处断。那太后和李娘娘呢？詹护卫在。如今郭槐已被关押，娘娘的安全也已无虞，就让白玉堂先回献空岛。他毕竟是个江湖人，不让他知道此案的内情比较好些。大人要他戴罪立功，为何不带他进宫面圣？暂且不要，待此案所引起的余波平静之后再议。是。大人，皇上对此案可是另有看法。公孙先生果然心思缜密，本府就知，绝对瞒你不过。皇上的确对是否追究太后之罪，是否立刻引李娘娘进宫，尚有所犹疑。皇上怎可如此？既然已知娘娘身份，就该立刻接她进宫，善尽仁子之道。无论任何原因拖延，就是不孝。皇上难道不明白这个道理吗？或许对皇上而言，生育养育同等重要，而难以取舍。既是皇家恩怨，外人也就难以智慧。公孙先生，请恕展昭不能苟同。仁子孝亲，天经地义。无论是皇上或是平民百姓，岂能有所不同？倘若身为皇上便能不遵孝道，又将如何教化万民？展护卫言之有理，本府定会向皇上据理力谏。然而，此刻却必须向娘娘回禀，倒让本府颇觉无奈。可怜李娘娘，方为双目复明而喜，如今却要什么？娘娘双目复明了？宝琴的形象面貌与哀家心中想象的很是接近。臣恭喜娘娘重见光明。哀家的喜事不只是这一桩，能够重见光明固然可喜，能够亲眼看到朝思暮想的皇儿，那才是真正天大的喜事。宝琴，臣在。哀家何时能够见到皇儿？这夜色已深，皇上出宫恐怕多有不便。
那好，既然皇上不便出宫，那你带哀家进宫如何？娘娘还是等到天明之后。宝庆，你素称刚直耿介，不善言谎，哀家要你照实说，可是皇上不肯认我。不，皇上绝无此意，娘娘万勿误会。既然皇上肯认我，以人之常情，他就该立刻前来见我，为何还要拖延？娘娘，皇上从来没对自己的身世怀疑过，如今突然发现真相竟是如此，必定会矛盾不安，所以……好了，公孙先生，你不必安慰哀家，哀家心中明白。哀家已经累了，你们都回去歇着吧。我以后真的要当皇帝吗？我可不可以不要做皇帝啊？不可以。不过你可以选择做个好皇帝呀。怎么才能做个好皇帝呢？要仁慈，要孝顺。仁孝这2个字如果做到了，就会是个好皇帝。我是个好皇帝吗？如果真有那么一天，皇上会如何？如果真有那么一天，儿臣必定会痛苦万分，左右为难，生育养育实在难分轻重。不，儿臣不会让这样的事情发生的。大人，白玉堂回去了，属下要他回献空岛等候通知。娘娘可曾安歇？没有，娘娘枯坐房中，不言不动。难为她了。大人，展昭有一言，不吐不快。你说。娘娘历经千辛万苦，忍受无比煎熬，如今总算可以平反，皇上却多有顾忌。展昭想尽娘娘心中之苦，已忍无可忍。展护卫，公孙先生，本府要听展护卫说下去。展护卫若是不忍，又当如何？倘若展昭人在江湖，必定立刻闯入进宫，将皇上带来府衙，要他当面向娘娘谢罪。然而展护卫如今却不在江湖。请恕展昭之言，倘若皇上如此不通人情，不分黑白，展昭这御前4品带刀护卫不做也罢。展护卫千万不可！展护卫，说得好，大人。展昭果然不愧为展昭，毕竟不同于一般。慢说展护卫心生不平，便是本府也绝不做事。明日一早，本府就进宫面圣。倘若皇上不肯听谏，
这开封府府尹之职，本府也绝不眷恋。大人，本府虽不若展护卫可以重返江湖，但若回到泸州老家，耕读一生，又有何不可？大人，兹事体大，还请大人三思。公孙先生，我辈读书之人，入世所谓何来？若不能分清黑白，据理力争，又如何整生民于水火，解百姓于倒悬？今日不能为娘娘平反，明日又如何为百姓洗冤？与其谈高官厚禄，而唯唯诺诺，尸位素餐，不宁求公理正义，而轰轰烈烈，青史留名。大人的教诲，学生终生不忘。倘若朝中文武皆如包大人一般，又何愁朝纲不正，宋氏不兴呢？然而在本府入宫之前，还有一事要办。公孙先生，大人，传本府令谕，明日一早就将那郭槐自大牢之中提押出来，本府要升堂宣判。大人不等刘太后到案再判吗？不能等。倘若皇上不追究太后之罪，本府也绝不让那郭槐逍遥法外。堂下听判。郭槐，你身为内侍，就该安分守己，你却为了迎合主上，挑起后宫争斗，勾结产婆尤氏，犯下滔天大罪，逼死程昱后主，企图掩饰罪行。本府以大宋律例判你扎刀之刑。来人呐！在。糊涂的伺候。是。保着！洒家是后宫总管，你不准杀我！本府奉旨将你依法惩处，怎会无权？开打！你扎了郭槐？回皇上，郭槐罪不可赦，臣是依法而行。你是生怕朕不再追究太后之罪，会连郭槐也或免刑，才速审速决，将他正法？皇上明鉴。朕说过，只要你不管太后之事，郭槐任你处置。启奏皇上，臣不能不管。你当真不肯撒手，非要管我赵家私务？你可知道昨夜朕在生育之恩与养育之情之间的矛盾挣扎是彻夜难眠？难道你非要逼朕不可吗？皇上，李毛换太子一案，绝不仅是赵家私务，而涉及皇室道统、大宋国祚。
废刘太后而迎李娘娘，也绝不仅是皇上私情，而关乎人心教化、社会伦常。皇上自诩以仁孝治国，若是己身不正，又将何以正人？包拯纵有天胆，也不敢逼迫皇上。然而，如今刘太后已是罪证确凿，皇上若是不下旨将她治罪，恐将难渡天下悠悠之口。包拯，难道你就不怕朕革了你的官职？皇上莫说要臣的顶上无上，便是要臣的项上人头，臣也绝不能让皇上背负着不孝的千古骂名。包拯，你……郭槐全招供了。除此之外，朕也已知道，那位双目失明的老夫人，就是当年冷宫的李贵妃，也就是朕的生母。30年的梦魇，毕竟还是应验了。你为何要这么做？他先生了太子，先皇就立他为皇后，或许是为了争夺皇后之位，或许只是出于妒忌。她是你在宫中唯一情同姐妹、互相扶持之人，你为何要妒忌于她？勾心斗角、争权夺利，在后宫不足为奇。眼里看的是这些，学的也是这些。你是皇帝，永远也无法明白权势有多重要。朕的确不明白，可是朕却明白做人之理。若不能诚心诚意与人交往，若终日必须尔虞我诈，纵有权势又有何用呢？就因你当初一念之贪，夺去了多少条性命？20年来，朕一直把你视为身生之母，如今你却让朕陷入天人交战的两难之境。你要朕如何抉择？你又将如何自处？早知今日，何必当初呢？皇上既然到此将一切说明，想必已有所决定了吧？儿臣叩谢母后20年的养育之恩。朕会亲往开封府，迎接朕的生身之母入宫。
如今身世已然大白，本王不再是你的父王，而是你的皇叔了。奴婢叩见皇上。亚父请起。奴婢唯恐皇上不满包大人言辞顶撞而降罪，故而自作主张将王爷请来，还请皇上恕罪。包拯直言敢谏，朕并没有怪罪于他。皇上如今作何打算啊？朕一命包拯将太后官服带回府衙，朕稍后便去接驾。皇上圣明啊！父王，皇叔，你可知道，朕此刻的心情是五味杂陈，百感交集。本王明白，皇上心中之苦，无人能够体会。然而，皇上，你必须要坚强啊！皇上，皇上，太后，太后，太后怎么样了？你快说呀！太后的悬梁自尽了。